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son 药剂师，今天就来聊一聊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，那就是避孕。说到避孕，我相信大家随口都能够说出几种，比如安全套啊、避孕药啊、安全器等等。当然，网络上呢还有很多江湖上的避孕奇招，比如可乐杀精、是芹菜杀精的说法。那今天我就不扯那些，我来跟大家分享实实在在的18种避孕方法。你没听错，就是18种。我敢打赌，你们知道的绝对不会超过10种。好，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司机，都来学一下。那因为好料太多，内容丰富，所以我就分2期视频来一一给你们介绍，保证你们大开眼界，包你学会。那第一个就是男生用的避孕套。在这么多的避孕方法当中呢，从专业角度来看，我个人认为它是我心里的 No.1， 避孕效果又高，又能预防性病，便宜又方便携带，还有你的另外一半女生就不需要服用激素，所以也不会有激素的副作用。只是有一些人呢，可能会对它的材质过敏，然后如果你使用不正确，可能会破损或者脱落。它的避孕的原理呢，就是来套住精子，阻止它们进入女方的体内，属于屏障避孕法。当然，避孕套应当全程使用，不能够等到感觉来了才使用。No。还有，千万不要用2个保险套，天真的以为这样就会有双重保护，1+1等于2。No， 因为其中1个或2个都会可能在过程中相互摩擦而破裂。接下来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口服避孕药，那它就属于激素避孕法，主要呢就2种。第一，复方避孕药，它里面呢就有雌激素和孕激素来抑制卵巢排卵，使宫颈的粘液变浓稠，来阻止精子和卵子的相遇。那它还会使这个子宫的内膜变薄，让受精的卵不能够着床。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单孕激素避孕药，它里面就只含有孕激素。它主要呢是为那些不适合使用雌激素的女生来提供这个避孕的选择。那它也很适合要哺乳的妈妈，因为它不会压抑母乳的产生。那所以不同类型、不同牌子的避孕药，它们的服用周期不一样。有些呢，你是需要连续服用21天，休息7天，然后每个月重复。有些呢，在你休息的时候，还需要你继续服用空的药片，来帮助你维持每天吃药的习惯。那现在还有一个更新的，就是你要连续服用24天，然后只休息4天。那这个避孕药的优点呢，就是它的避孕效果很高，使用方便，又不会影响性体验。有些呢，还能够改善你的皮肤啊、青春痘啊、毛发啊，甚至还能够改善你的痛经、月经失调、月经出血过多等等。那它主要的缺点呢，就是你必须每一天按时吃药，就算你没有做运动，也不能够中断。那它可能也会有激素的副作用，比如说女生呢乳房胀痛啊、恶心啊、情绪波动等等。但你的身体呢，其实也会慢慢的适应，过一个2-3个月呢，副作用也就会慢慢的消失。第3就是宫内节育系统。它其实就是一种小小的梯形装置，含有这个孕激素的储存槽，放置在这个子宫里呢，它就能够持续的释放孕激素。避孕的原理就跟避孕药很相似，只是避孕药呢，它需要每一天按时吃，但这一个呢，一放进去，它就可以耐3到5年，所以就很适合那些没空吃药的女强人，或者你记性不好啊、健忘的人啊，或者纯粹你就是懒得吃药。那它的优点呢，就是它的效率很高，高达99%。然后呢，它随时也可以取出，取出过后生育的能力也能够在4到5个月就恢复咯。那缺点呢，就是前6个月内它可能会有激素的副作用，然后在放入或者取出的过程呢，也会有一定的感染风险，但很低。接下来呢，第4，宫内节育器。这个节育器呢，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节育系统很像，也是 T shape， 但差别是它没有激素，它是一种铜丝线或者铜做的这个梯形柱子，放进子宫内呢，铜的这个成分就会影响精子的活动，然后呢，它也会对胚胎有毒。那它的优点呢，就是有效率很高，99%，它也可以放更久，5到10年，然后也能够当做紧急避孕的方法。缺点呢，也和节育系统很相似。那到底这个节育系统跟节育器放进子宫内会痛吗？会，但还是能够忍受。通常医护人员呢也会使用止痛药或帮你局部麻醉。第5就是女生用的避孕套。现在讲究男女平等嘛，所以有男的就会有女生用的避孕套，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，只不过
女生的避孕套呢，它是带进女性的阴道内。那它的优点呢，就是跟男生的避孕套差不多，缺点呢，就是它不如男生用的避孕套有效，只有79到95%。然后它因为需要放进阴道，所以会比较麻烦一点，所以就需要你多多练习咯。那第6就是安全期。那这个计算安全期呢，是自然避孕方法当中最为普遍的。还有其他方法，比如基础体温法、宫颈粘液法、2天法等等。这里呢我就不多说。可是你们如果想知道呢，你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。那安全期是啥呢？在女性的月经周期里，有几天是不容易怀孕的，那几天呢，就是称为安全期。安全期的计算是还蛮难的，首先就需要女生呢本身的月经非常规律，然后需要至少跟踪6个月经周期，才能够准确的预测到你的受孕期。然后就在这段的受孕期间呢，男生跟女生都需要高度自律哦，禁欲。那么容易一点呢，就各自关定啦。不看到彼此就没有诱惑，有很多计算公式，但现在也是有很多 APP 也能够提供计算安全期的功能，比如说比较出名的 Flow Period Tracker， 你只需要按时记录每一次月经的第1天跟最后1天就可以了。那这个的优点呢，就是它不需要花钱，不用本钱，有效率还算高，也不需要外服激素。缺点呢，就是你需要一直记录月经周期，所以就不适合那些健忘的人。然后你也只能够在安全期间性行为，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万一你的避孕套破了，该怎么办？别担心，还有一个补救的机会，那就是第7个方法，服用紧急避孕药，也称事后避孕药，也算是一种后悔药，主要是给那些正常避孕失败或者完全没有保护措施的人服用。那它就跟普通的避孕药一样，都含有激素，最好是在事后3天内服用，当然越早服用效果越好，最好是在12个小时以内。因为它的激素剂量比较大，所以就更容易导致副作用，而且如果反复使用呢，也可能会让你月经失调，所以它只能够是一个补救的方法，不适合你常规使用。它的避孕效果呢也没有那么高，只有58%以上。第8就是我一定要提到的方法，体外射精。虽然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存在这个说法，但从科学的避孕角度来看，它并不值得推荐，因为实在不可靠。体外射精呢，是指男生在射精前立刻把枪头拔出，来避免精子有机会接触卵，但整个过程呢，就需要绝对的天时地利人和，正确的时机，极好的运气，还有超强的自制力。还有就是，并不是所有的精子都会在你射精的时候才释放出来，有一些比较调皮，会提前在你运动的过程中呢溢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是老司机，很熟练，也很好的完成了体外射精，但你的伴侣呢还是会有怀孕的机会。这里呢就给你们多一个有趣的知识，你知道吗？精子在身体外不吃不喝可以存活6个小时哦，那在女生的子宫内呢，甚至可以长达5天哦。好，这8种呢就是比较常见也比较常用的方法。稍微总结一下，屏障避孕法，比如说安全套，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担心激素的副作用。那激素避孕法相比来说，避孕效果更高，不影响性体验，比较适合关系固定、性生活规律的老夫老妻。其他方法也可以考虑，就看你个人的选择。只有体外射精这个方法最不靠谱，全靠你的幸运指数，我实在是不推荐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剩下的10种方法。俗话说得好，做什么事都不能半途而废，对吗？不然功夫不到家怎么办？所以就请你们继续关注我，下期带来更劲爆的冷门方法。我是 Jason， 你的药剂师，我们下期见。Oh my god， 这个动作，我这样子 OK， 我们下期见，太累了。